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今天呢是老范读评，今天呢是就是明天的节目还没做出来啊，所以其实做出来就是还没上传，所以咱们就先把这个节目播完，然后再去上传明天的节目。今天老范是大厨，对呀，今天放了个这个不叫大厨吧，烘焙师算大厨吗？也算吧。真早啊！对，卡尔加出很早，来了来了，欢迎点赞啊，欢迎欢迎。好，这是老范读评啊，每周一次。第一条，这个年初的河川按猪事件啊，就是一个小姑娘把这个猪按住了，然后有很多人来跑过来去跟她一起凑热闹这个事儿。有人说了，说这不过是一场流量操作。现在政府的官吏们，尤其是县乡里边儿的那些拿捏的妥妥的，没你说的那么想当然的事儿重要的是有流量还正能量，那就一路绿灯啊。你要是认为操弄是对不起啊，一边待着去吧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呃，这种流量呢，现在已经证明了啊，就是它本身是很有流量，而且这个流量很有价值。呃，全国那么多的政府，那么多的官员，他们谁不想要？谁都想要。但是呢，谁也没做出来啊，人家做出来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你事后诸葛亮证明这件事有流量了，然后你前面就可以去规划。你如果事先规划的话，绝对做不成这样。我记得那个卡尔加书还讲了一个说，是哪个地方有人去给孤寡老人杀年猪，结果来了，可能也是很多人吧，直接造成了哄抢，就没维持好秩序嘛。就这种事情本身其实没那么好办，对吧？他这个最后能够做成，也是有很多很多偶然因素在里头，不是说你可以拍个脑袋随便规划一下就可以搞定的啊。当然了，如果大家的这些政府更给力一点点的话，也许以后这种杀年猪，我们就可以外边杀年猪啊，就是稍微的拍拍脑袋，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只是我觉得以目前的管理水平来说，还达不到。对，来了点赞啊，这个是什么？有事儿回放，好吧？那么你们都把赞点一个。再往后啊，说这个华人天才这个程序员啊，华人天才程序员从 xAI 离职的时候偷盗代码这事儿被马斯克起诉了。这其实挺早的一篇视频了啊，有人在上头回复啊，写了特别特别长啊，念个开头啊，应该谈谈中共大陆背景工程师这几年频繁因为盗窃而出事儿吧。后边还有好多好多啊，然后就把这个只要是作为中国人都骂了一遍，我就没有把它抄下来。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些年确实出了几个，然后至于其他的国家程序员有没有干这个事儿呢？也许有，也许没有啊，只是没有传起来啊，因为咱们作为中国人来说，只有这事儿是中国人干的，才会传起来，咱们才会关注嘛。另外呢，就是为什么华人程序员多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高端程序员里头，特别是 AI 行业高端程序员里，基本上全是华人啊，或者说华人的比例非常高吧。说全是华人这事儿有点不太严谨啊，就华人比例很高，对吧？这个 xAI 曾经有一张是照片是里有一个白人，一堆华人，最后那个白人离职了，对吧？然后就没有看到新的照片。那你说 xAI 现在核心团队都是华人了吗？应该也不至于啊，但是华人比例肯定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你出事儿呢，那肯定华人本身比例高嘛，就会有这个机会。另外呢，其实很多印度人也在那儿啊，对吧？但是印度人一方面可能达不到这样的层级吧，就是你去看看 OpenAI 啊、谷歌呀，还有像那个 xAI 这个里头，就肯定华人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应该比印度人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印度人不怎么可能偷代码这事儿没有传出来啊，但是印度人干了另外一件奇葩的事情，就是他在这些公司里头传邪教啊，这个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华人程序员偷代码，然后印度程序员一个是拉帮结派，另外一个传邪教，对吧？这个当然了，你说这都属于是
也不能叫偶然事件吧，只是说可能就是他们这些传出来的多一点啊。我们也不能也这个以偏概全，说所有华人程序员都去偷代码，所有印度程序员都去传邪教，这个也不太对啊。所以，反正怎么说呢，这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现实，它就这样啊。然后啊，谷歌的 UCB 啊，就是通用商业啊 UCP 啊，是通用商业协议发布，传统电商正在向 AI 电商过渡这条啊，有人说了，说亚马逊并不是电商的中心，那么如何去中心化呢？那我倒想问问，谁是电商的中心呢？阿里吗？对吧？肯定是亚马逊是中心啊。亚马逊，就是有其他的零散的，比如像 Shopify 啊，像这个，别的一些平台算是零散的周边啊，但是中心就是亚马逊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去跟它竞争。所以啊，现在就是要反亚马逊，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我每个月$20订阅了一个 AI 导购员吗？哎，您这话说的实在是到点儿上了啊。这个里头为什么说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呢？如果是你自己花了一个月$20去订购，那这个东西就绝对不能是 AI 导购员，因为你一旦做了 AI 导购呢，它等于收了另外一头的钱，就是收了卖东西的人的钱，对吧？那你应该是免费用。你像现在OpenAI 上广告，因为我没看到广告啊，它是购套餐，就是一个月$8的套餐和免费套餐上面是可以看到广告的。像我这个一个月$20的这个平台上是啊，这种账户上是看不到广告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 OpenAI 一个月找人收$20这件事儿呢，本身它是有问题的啊，因为一方面$20它是一个死数啊，你不可能跟着你买东西变多，然后这个钱上升，这事儿是不现实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收了我$20以后呢，等于你的屁股坐在我这头儿，你就不能再去给我推荐东西了，或者你推荐东西以后，你到底怎么找人收钱？这个事儿它逻辑是矛盾的。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现在整个行业都比较痛苦的问题。继续啊，他说我就纳闷儿，这啥东西有老范形容的这么厉害？刚才探头看了看，不就是个打通智能代购，这个代理购物的协议嘛？被老范指点方向，讲的惊天动地的大故事了。这个事儿呢，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咱讲故事了，对吧？你一上来说这有事儿吗？啊，这有意思吗？没意思啊。那有意思吗？那也没意思。那我还讲个屁故事啊，对不对？这个讲故事呢，还是要在这个一些很多细节里头找到有机会或者有机会变大或者有趣的事情来跟大家讲，对吧？如果这人说看所有事情都没意思，那他讲不了故事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啊，这个惊天动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改变整个的交易。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你像马云做电商，对吧？电商做完了以后呢，挤压实体经济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事儿不对呢？以前实体经济的时候，整个的经济总量是很低的，对吧？现在马云做电商或者亚马逊做电商做完了以后，他是把整个的经济总量做上去了，这件事儿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对吧？所以像谷歌做这种 UCB 的协议UCP 的协议有可能是一个惊天动地大事儿，因为它有可能让我们整个的经济总量上升，这才是真正大家需要去关心的事情。如果大家永远是你多吃一口，我少吃一口，那这事儿做它干嘛？搁那儿磕着就完了呗。对吧？这个就跟这个以前咱们可能1000多年或者是接近2000年，整个的生产力没有什么上升的时候啊，那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它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现在都是要去寻找增量，就是为什么 AI 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很头疼，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泡沫？因为没有做出增量来啊。那么这个里头只要有增量的机会，老范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所以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前几天我想给买一条数据线放到车里的 CarPlay，这个在车里边用 CarPlay Gemini 一通分析我的需求，包括夏天车内温度高，线多长合适，确认我的车型，科普五花八门这个五花八门的 USB 接口，它还阅读了亚马逊的用户评论，最终还是推荐我买靠谱的大品牌。
并叮嘱我买的线以后出去驾驶看看在颠簸的途中稳定性如何，教我怎么退货。在这个场景里头，AI 像是一个爱省钱的认真勤劳的理工男啊，很难想象，那些卖劣质线的商家怎么通过优化让 AI 推荐自己的商品。这个呢，现在只是还没有收到钱而已啊，真收到钱了以后，他们会去设计出新的这个卖点来啊。所以 USB 线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玩法。你比如说吧，来，我这儿有根 USB 线啊，这个 USB 线的玩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它是磁吸的，对吧？这个线你只要绕起来以后，它可以吸在一起，这个是不是很适合车里边儿？这就是中国人造的，没有任何品牌的线，对吧？它就是这样的。那么以后比如说，哎，这个贝尔金啊，什么这种大牌子说，那我也整一条呗。生产厂家都在深圳啊，都是那么几家，就是珠三角那些线厂家来去产这种就是带磁吸的 USB 线。那最后你说，哎，我一定要买一大品牌的，那就是你用这个品牌溢价你去交不就完了吗？那品牌溢价哪儿来的呢？啊，为什么这品牌贵呢？因为它向谷歌交钱了，对吧？然后你还是为广告费买了单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并不矛盾啊，只是比如说贝尔金啊，或者是我不知道美国还有什么大的这种品牌啊，就我就记了个贝尔金。他们呢，比如说一方面维持自己的品牌啊，然后呢制定很严格的标准，然后写很复杂的文案啊，去骗这个 AGI 啊，或者不叫 AGI 啊或者 AI agent 吧，去骗 AI agent，然后呢再向谷歌交钱啊，让这个大家去为他买单，然后最后造这个线的人呢都是同一拨人啊，那大家就很开心的说，哦，我又买到了美国大品牌的商品啊，挺好嘛。收藏家，我点赞当收藏家用，好吧，欢迎来了，点赞是的。流量热点就像创新，它往往随着刷新，难以预知啊。刷新后是摁死还是抓住啊，就要考虑就要考验管理者的水平了啊，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呢，现在的管理者很多还是说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所以摁死的机会更大一些。晚上好，点赞欢迎。偷代码的很多未必是啥高级程序员啊，只是大国人嘛，思维定式觉得拿到代码回国就可以封妻印子啊，而且有几个例子是说大国企业也很起劲拉拢这些程序员搞代码，这个肯定有啊，这个其实好多真正偷代码被人抓住的人呢，都是一些我想应该怎么讲，叫做技术官僚啊，就这些人其实更多一点点。就是他已经脱离一线了，也不是直接接触代码的。就是其实好多偷代码被抓住的都是，就是高频下载别人的代码啊，超出了这个正常使用范围啊，这个是比较多的。如果真的是自己每天改来改去的这些代码的话，早就到手了。范老师嘴一瓢啊，就这个是 UCB 啊，UCP，这个互联网上的言论和立场太多啊，大家需要记住，就是就像很多利益相关者推崇中医一样，抵制电商永远是传统商业的受益者。其实不一定啊，这个里头呢有很多的人，就是你真的认为他是无知群众，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他就愿意跟人说啊，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说完了以后还就觉得，哎，这好像就是我想出来的，我以后一定要坚持这件事儿，对吧？这个很正常。印度人比较会往上爬啊，人自己直接当了高管就封妻印子，这个不需要那么曲线救国。这个其实也不是这样啊，就是印度人呢，他们是一边往上爬一边拉帮结派啊，就是他会把身边的很多小弟，甭管是不是适合干这个活儿，都给他拎进来啊。当然你说你可以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儿啊，我觉得可能卡尔加图从来没有见过印度人拉帮结派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贝尔金被富士康收购了，这我还真不知道啊。我家里好像以前还有过贝尔金的产品，但是以后就再也没买过了。
仔细想想，传统商业的受益者有啥大问题吗？我就喜欢经常去食品超市，不喜欢电商买菜，属于传统商业的受益者。其实你不应该算传统商业的受益者，你那个真正传统商业的受益者一定是那个商店啊，不应该是你。最近好累啊，工作要忙，家里的东西也要忙啊，还伤风了。晚上睡觉鼻子堵，以及嗅觉被堵住，吃东西总觉得少点味道。哎呀，那只能祝早日康复了，这个也没什么办法。最近很冷啊，天气很冷。大半年之前啊，俺好像跟范老师唠叨过 AI 购物的可能模式。当时老范说，每个月让客户掏笔钱啊，买会买不出啊，会卖不出去服务的啊，这个俺表示山姆会员店能做下去，就肯定有人愿意掏这个钱啊，这个也是。其实山姆会员店的这个模式很有意思，它就是怎么说呢？就减少你的选择成本啊，就是让你挑的这个成本下降。你进去买东西都是相对比较放心的，那你就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它也是一个定位很精准的事情。那你说有人愿意买山姆会员店，也有人愿意买拼多多，对吧？你像我是一边买山姆会员店，一边买拼多多的人，也挺开心的。这两天最火的李亚鹏医院，你去打卡了吗？不知道这事儿没太注意这事儿是什么，因为李亚鹏这个距离我实在有点儿太远了。晚上好啊，点赞啊，欢迎欢迎点赞。好，继续啊，这个阿里大牛说中国人在 AI 大模型上不做零到一的创新啊，这个就是一帮 AI 大牛吧，最后讨论了半天，说中国距离这个美国还差很远，对吧？这个事情，有人说了，说现状描述错了，目前全球能在零到一的只有美国一家，啊，同样目前全球能从1到100的也只有中国一家啊，中间还有很多的话我就给略去了。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零到一呢，肯定欧洲也在做，日本也在做，美国也在做啊。中国你说有没有呢？我也不认为说绝对没有啊，只是呢相对少一点点。至于1到100这件事儿呢，你以为美国人不做吗？他也做。中国人呢确实做的多了一点点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其他人就不做。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美国在零到一，中国在1到100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像我以前啊也收购过法国公司，然后也到那边去跟人谈过，他们这些公司呢，做着做着就都跑到美国去了，对吧？只要做的不好的就留在法国，做的好的呢就要跑到美国去上市，然后在美国开分公司，在美国招人啊，他最后没办法，他有一个群聚效应，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些零到一就全都是美国的。你像这个杨乐坤，他就是个法国人，对吧？他最后跑到美国去教课，在纽约大学教课，然后在这个叫什么美塔在那儿上班，对吧？现在不又跑回法国创业去了吗？但是你要相信，他在法国如果真的创业有点什么结果的话，他还会回美国的。所以最后大家还是记着说，哦，美国零到一了。至于中国1到100这件事儿呢，不是，其实不是说中国做了一大堆1到100的事情啊，而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一边在做1到100，另外一边呢，咱们属于是特别狠啊，特别卷啊，所以最后剩下来的都是咱们。因为零到一这个事儿啊，你拼的是智力啊，就是不会跟人拼什么内卷啊，拼什么劳动力啊，拼效率啊，不跟人拼这个，对吧？像美国人就讲说，你一旦开始跟人拼效率，你就输了啊，因为只要是完全创新的，你不需要跟人拼这东西啊，他是这么来去讲这个问题的。然后这个中国人特别擅长拼这个内卷，对吧？所以最后你发现，哎，跑出来的1到100好像中国的团队很多，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1到100很多都是中国人跑出来这件事儿，没有那么值得骄傲啊。然后啊，有人说中国确实在省钱的领域绝对是世界的扛把子啊，这个是啊，这个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嘛，就是一样嘛，就是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省钱，对吧？我们在这个结果一致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或者说结果差不多一致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更省钱啊？中国做了非常非常多这种研究。至于说啊，中国是不是又把很多钱花到其他地方去了呢？这个也没法儿说，因为毕竟钱很多嘛，而且这些钱也没有发到老百姓手里头，对吧？
到现在为止，这个经济数据也出了5%的 GDP 增长率也有了，对吧？但是整个的民生的消费没起来啊，人口也在快速下降啊，这个2025年只生了790几万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你想高考都有1000多万，出生的人口才700多万，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跌幅！你想高考大概是17岁、18岁高考，那么这十几年人口就直接崩了，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哎，这个反正就没法讲了呗。晚上好，点赞啊，欢迎大家都点赞了没？查了劳 A 斩杀线的梗啊，看了劳 A 视频，感觉说的太夸张了。一个学生能和黑帮、黑警这些打成一片，医学生还要上课写作业，还有时间收尸，连撒谎都不会撒啊！这个事儿呢，待会儿咱们再讲这个吧。其实呢，我只是讲劳 A 这故事啊，就是劳 A 自己的视频我从来没看过啊，然后也不知道他到底讲了些什么。然后至于举报劳 A 的这些人的视频，我也没看过啊，因为我觉得挺无聊的一个事情。那天实在是没什么别的可更了啊，就更了这么一条。其实那条一方面很短啊，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也确实没有什么料，但是没想到播放量还很高，然后巨多人在下头吵架，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吧。这个印度人拉帮结派和我说印度人会当高管有矛盾吗？要是我没见过多少印度人嘛，那要是我没见过多少印度人啊，那么老范真的共事过很多印度人吗？啊，这个也不是很多了，可能也只是有不到10个吧，因为毕竟我们在国内嘛。中国就爱在人力上省钱啊，马斯克的省钱才是正道。哎呀，马斯克就说我压根儿不跟你竞争这玩意儿，我只永远在最前头跑，对吧？你们后边儿你们去卷去。这个我用千问买了外卖啊，挺方便的啊，就是要实名认证，UI 界面太简陋。反正我折腾了半天就没搞定这个事儿啊，就烦死我了。欧美的环境很在意这个诚信嘛，credit，越是名誉有成的研究员，越是愿意分享他们的这个灵感的是从哪儿来的。中国的环境就不在意这个 credit，只注意产品，不关心想法和理念，而且做出成果的人拼命要掩盖来源出处。哎，这个掩盖来源出处这个事儿，真的是我也见过挺多的啊，挺丢人的一个事情。但是没办法，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环境，你怎么办呢？上线点赞啊，欢迎。不是我看到劳 A 就是智商检测器，没啥可说的。这个倒也不至于吧，反正它也算是个小的现象吧。好久没赶上直播了，太早了，刚爬起来。哎呀，欢迎欢迎！中国人费钱的地方还不多，呃，真比老外省钱吗？马斯克的火箭不就是老外省钱的好例子？沃尔玛搞那么大的1到100，好像也是玩省钱。哎，其实就是这样，就省钱这件事儿就是1到100啊。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去理解。特朗普搞这些事儿啊，心情很糟糕。这个特朗普搞来搞去，只是让我们的股市上有所损益而已嘛。其实跟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关系不大。印度人也分上海人啊，什么意思？上海人和河南人，印度版的上海人还是挺好的啊，素质很高，也讲规则。但是印度版的河南人啊，这什么说法儿？哪个邦的或者说哪个种姓的人算上海人，哪个邦哪个种姓的人算河南人吗？快给我普及普及，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中国人是省小钱吃大亏啊，马斯克是精算后小钱多发省大钱啊，这个是肯定的。而且我觉得马斯克呢，你别看他那个火箭省钱，
对吧？它最后其实不是靠省钱省出来的，人家还是靠创新，靠领跑。你就没有人跟他竞争的时候，他不就这什么了吗？你像汽车现在一堆人跟他竞争，说算了，我做机器人去了，对吧？好，继续啊，这个台湾通缉1加手机的刘作虎这条啊，说2015年老范你去台湾做的是工作签证吗？哎呀，这个不要这么认真嘛，好不好？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工作，可能有吧，因为我后来好多同事在那儿长期住的时候，应该是拿的工作签证。我当时过去的时候就待了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2个礼拜吧。后来我其实台湾大概一共去了有3、4次吧，就是台北。本来后来想去呢，就是办好了所有的手续了以后，就疫情就开始了，对吧？当时正好台湾有个游戏展，我还想去呢。然后在那以后就再也没去过台湾，然后老说什么时候能去，再可以去一次。所以当时应该还是这个叫做什么呢？应该是一个旅游签吧。其实我搞不清楚，因为去台湾是这样的，就是大陆呢发给我们一个粉色的本儿，啊，不能叫粉吧，藕荷色吧，就是比粉还要稍微深一点那个颜色啊，那个呢叫入台证。然后台湾呢是不会往那个入台证上贴纸的啊，就是大陆认为我们如果拿着护照去台湾呢，就算是承认台湾是国家了嘛。然后呢，我们会拿一个叫入台证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台湾如果把那个签证贴到入台证上呢，他就认为说我们承认了大陆的这个，这种证件啊，我们也不能承认，所以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入台证就是它分2部分，一个呢是本儿啊，入台证上头呢就是不会有任何人在上贴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是这个，叫做就是我们管那个签注纸是一张A4的一个大纸。那个纸你绝对没法贴在那个入台证上啊，就是它之所以做成那么大，也是为了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是那个纸是由台湾政府发的，就是我到了台湾以后呢，就给人看这个纸。这个在北京上飞机的时候呢，是给人看这个本儿和那个纸，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手续。而且我在台湾呢，也就是这个办办活动嘛，然后这个稍微的跟大家吃吃饭、喝喝茶，对吧？喝喝咖啡啊，也没有那么复杂的工作要做啊，所以不要太认真。再往后啊，说男的穿的也能叫旗袍吗？这个不应该叫马褂和长衫之类的吗？哦，这个还真是这样，因为我在里头讲于右任的时候讲的说一个白胡子穿旗袍的老头站在这个外边一个雕像，对吧？那么，哎，这个马褂和长衫就不能叫旗袍吗？还是旗袍专指女装啊？这个事儿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啊。大家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自己去确认吧。这个我不知道。还有啊，说一加要请老范做这个事儿，合规就会做得妥妥的。这个事儿啊，千万别这么想，对吧？这个其实每一个企业呢，能够在台湾做这个事情呢，也是有成的有不成的啊，这事儿跟老范其实关系不大，对吧？这个其实核心做成这种事情不是合规的问题，而是信任的问题。我们当时在台湾做的这个公司，我们就决定信任这个当地的以前的老同事，说你就自己做就完了，对吧？我不用控制你，你自己开开心心做，这个可以做我们的生意，也可以不做我们的生意，也可以做别人的生意，对吧？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这种方式，它就合规了。如果你是一个很紧密的控制的话，那一定是不合规的啊。所以这个跟我其实关系没那么大。然后亲者痛，仇者快，这说的是什么呀？啊，说这个格陵兰嘛，这就不知道了啊。有机会来台湾请你吃好吃的。哎呀，这个我其实很喜欢台湾的很多的美食啊。这个第一个是早餐啊，台湾人吃粥，然后搁各种的这个什么肉松啊，各种什么这个小咸菜，那玩意儿实在是太好吃了。但是现在对于一个这个糖尿病来说呢，这个吃粥不是那么健康啊。第二个呢，夜市里的很多东西确实很好吃，但是我的肠胃在台湾夜市走不完一条街啊，会拉肚子，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第三个呢是，台湾做的就是本地的各种这种我们在国内叫苍蝇馆子吧，就是这种街边小店，确实是很好吃的啊，味道非常非常好。
最后呢，就是台湾人做的大陆菜呢，其实好多都改良了。我记得当时在台北那个诚品书店，就是距离101大厦很近那个诚品书店上有一家川菜馆，然后我们就跑上去吃，然后一帮湖北人、一帮四川人上去点菜，说那个您能吃多辣？我们能做多辣做多辣啊，尽可能做辣。说这个是湖北人啊，那个是湖南人啊，这个是四川人。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做，做完了以后回来，你像我这个北方人啊，都吃了感觉一点辣味儿都没有啊。这个可能台湾人确实不太辛辣，这个是怎么说呢？还是看情况吧，就是有的确实很好吃啊，这个是。至于去台湾的话，我也想啊，真的好想好想，但是挺难的。许多人误解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啊，这个实际上印度不存在全国性的统一的种姓制度啊，是吗？通常是每一个村的高低种姓都不一样，有时候这个种姓在这个村就是高种姓，但是同一个种姓在隔壁村就是低种姓。印度人除了种姓，也有类似部落的改变，好吧？啊，也有类似部族改变。虽然他们不会直接给自己的部族命名，但是你是哪个长老的人啊，还是分得挺清楚的。所以印度版的上海人和河南人，很难说是哪个帮哪个种姓分清楚。但是通常说英语没有印度口音的，一般可以算上海人，好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分法啊。我好像是亲者啊，这个没有觉得很痛啊。当然，特朗普是改革者，总是说还可以做得更加好啊。他的一盘大棋现在越来越好看了啊，超过了我的期望。好吧，这个卡尔加族，你觉得中期选举完了以后，共和党还能是多数党吗？这个想听听你的看法。台湾发的那个叫入台证啊，叫入台证，对，相当于签注，其实不能叫签证，叫签注吧。然后呢，大陆发的叫大陆居民啊往来台湾通行证，相当于护照，是的，但是这两个东西贴不到一起。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贴不到一起，就是越南啊，越南那个也是不让往上贴的，因为咱们的护照上是有九段线的，越南不认那个东西，所以呢，越南啊给大陆人发的这个也是不允许贴到签证上的。就是中国的签证中国的护照在越南不是一个合法的证件，好像是。旗袍在当代的语境中就是女人的那一种旗袍，好吧？啊，部族概念，好吧？这几天在网上跟一个台湾女生聊天，问了她夜市的事情，她说来来去去就那些，早就吃腻了啊。旅游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还是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啊，台湾有一种我很喜欢的东西啊，叫肉纸啊，那个东西真的好吃。就是他把猪肉弄得特别特别薄，然后是半透明的，烘的干的，然后很脆的那个东西。范老师说的应该是1010改良湘菜，好吧？但成品已经从那个商场退租了啊，现在是统一自己经营的啊，好吧？因为当时是一个大商场嘛，那个商场最顶上是成品，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去租101之前，就在那个成品那个楼里，后来是从那个楼里退出来去的101。反正台湾人好像确实是不太能吃辣啊，呃，这个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几天把家里的7个手柄送去修了，幸好都修好了啊，一直很害怕万一给我偷换零件。这是什么手柄啊？游戏手柄吗？印度人的种姓如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啊！想象一下，大国最近都在讲谁谁是奇人，好比某个美女说我家是格格，我有印度同事偷偷告诉我他的种姓比较高啊，那也是我经常对印度文化比较好奇，好吧。其实对于他们那个事儿，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啊，因为我以前有一个
其实不是印度同事，是个英国同事，只是呢，他父母实际上都是印度人，是从印度移民到英国，但是那小伙子是在英国，他可能是在印度出生，我忘了还是在英国出生了啊。就是他就跟我讲，他说他逗，他跟我讲的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印度以前是没有种姓制度的，他说这个种姓制度是由英国殖民者强加给印度的，然后呢，从英国殖民者来了以后，印度才有种姓制度啊。这个事情，但反正这是一个确实是就是那种也肤色很深的一个英国小伙啊，他跟我讲的，我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你们谁能帮我辅证一下这件事儿？肉质确实好吃啊，北部有两大品牌，快车和维农啊，这个我就不了解了。他们就告诉我去叫什么南门市场啊，然后我当时是跑到南门市场买了好多好多，然后最后把我的行李箱都塞满了啊，但是因为压得太紧了，等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很多就破掉了，所以没法送人，我们就自己坐那儿慢慢吃。但是肉脯、肉干儿、肉质这种东西呢，哈，含糖量都很高，就是它脱水的过程好像放很多糖的啊，确实很好吃，但是不一定很健康。就是它放糖其实是可以防腐的。台湾的辣和广东的辣差不多，对，广东其实也不太吃辣，一般日子过得没那么苦的人啊，都不太吃辣，是这样的吗？四川、湖南、这个江西都不是算是很苦的地方吗？应该在国内不算最苦的地方吧？不过台湾人喝酒蛮厉害的，这个我倒没感觉啊，因为我们以前把台湾同事灌躺下这件事儿还是挺常见的。我们在温哥华吃台湾臭臭锅，麻辣锅，超级辣。哎，臭臭锅是搁什么的呀？这个比较好奇，没吃过。南门市场是快车大本营，老板之一啊，住我家楼上。哦，这个看这地方真的是圈子不大啊。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宗教融合形成的，在英国殖民之前，这个看过 B 站上有人做的分析啊，这个就是原来好，这个不知道这个，因为我是算是听一个印度移民跟我讲的，四川以前多穷啊，这个好吧，也可以这么讲吧。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开年 A 股第一波 GEO 行情塌房，这个里头呢，有人说啊，真的没见过啊，真的见识国内游资有多可恶了啊，真可怕啊！得亏国内菜园子还足够大，韭菜被一轮一轮的收割啊，这些存在是对金融市场的巨大伤害。金融市场无法滋养实业，导致实业无法反哺金融市场，恶性循环，后果非常严重。这个我觉得中国的金融市场之所以无法滋补实业的最核心原因，可能还不是游资，而是国资和央企啊，因为他们这些人在里头折腾来折腾去，就没法整啊。至于游资这个事儿呢，其实哪儿都有啊，中国有，美国也有啊，什么地方都有，不是只有中国有啊。这个你只要是逮着他罚就完了，你发现他违规了你就罚就完了啊。他比如说同时控制多个账号对这个股市放这个进行操控啊什么，你逮着他罚就完了，对吧？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最近国内就在打游资啊，就上周吧开始打游资，所以国内的股市又夸夸夸掉下来了。因为你一打游资，这些游资就会疯狂的砸盘，疯狂的去抛售啊，所以这个游资这件事儿并不是那么就是不是那么好打的。啊，还有啊，是纠正一下数据没有闭环的原因，恰恰是平台不愿意开放。毕竟平台最大的收入是广告收入，这个推出自己的程序化广告的投放，这个事儿呢，也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像我们以前跟亚马逊打过交道啊，就是以前在猎豹的时候，我们也向亚马逊导量，
啊，这个就是向亚马逊的这个商品上去导链接，然后最后呢，这个要去归因的时候，亚马逊绝对不配合你啊，这个事儿我是确实经历过的，但是据说后来好了啊，但是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就是亚马逊后来还是愿意去拿出一些证据来，然后帮你去进行归因的。但是呢，即使他愿意拿出来呢，其实这里头也有很多灰色的部分。你比如说，我今天看了广告了，我点链接我进去了，但我今儿没买，我把它加购物车了，啊，过几天我去买了，那这个广告是不是还依然归因给你呢？就是这些事情其实跟亚马逊一直在扯皮，对吧？这个平台确实是不愿意把这个 GEO 也好，SEO 也好，或者各种广告的也好，这个归因给这个外部广告商，他更希望把这个结果归因给自己的广告，对吧？这样的话，他们其实你要在亚马逊上做投放的话，就是你在亚马逊上卖东西的话，投放最划算的就是在亚马逊自己，因为他把大量外边的这种广告投放的那个流量的归因都归到自己身上了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看讲到哪儿了，这儿南亚次大陆一直有种姓制度，好几千年了，是吗？难道不是只有印度有吗？臭臭锅其实就是台版加臭豆腐的麻辣烫啊，好吧，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吃辣不错啊，但是不少人无辣不欢，其实是有点儿算上瘾吗？但是我知道在美国，据说有些州是花椒是这个有问题的啊，就是它算是麻醉剂或者叫神经类药物。这个但是辣椒好像在美国不算吧？改开之前啊，苏南两湖日子也不好过。于谦说，辣椒是马可波罗带来的，这个真正在中国铺开是在民国了啊。这个，结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再对比一下现在吃辣厉害的地区，会发现共同性、趋同性太强了啊。好吧，这个辣椒好像应该是明朝末年就进来的吧，应该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进来的，就是跟什么花生啊、跟土豆啊、跟这些玩意儿一块儿进来的，还有玉米。印度的种姓基本不影响了吧？现在主要是宗教问题，还有财富传递下来的这个贫富差距问题啊。这个对印度我就真的没有那么了解啊。如何看待 Cloud 的这个创始人昨天说卖给中国芯片就是给朝鲜核武器啊？这已经不是反华说中国 AI 都是垃圾啊！这个我还没仔细看，明儿吧，明儿好好看一看，跟大家录一期去。这哥们儿呢，反正一直反华反的很厉害啊，这个也没什么办法。其实朝鲜有核武器啊，朝鲜不是没有核武器，吃辣不错啊，但是不少人无辣不欢，少享受了许多不辣的美食啊，也可以这么讲，就是都叫高级的食材，不需要过度的这个加工，只需要原汁原味儿，是吧？这个确实如此。辣呢，其实是一种刺激啊，就是把你，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它把这个很多食物的味道就给你遮盖下去了。100%保证金，谁敢上杠杆儿？现在确实管得很严啊。当年英国到了印度啊，听了半耳朵印度神话传说，就钦定了种姓制划分啊。印度教演化虽然会把人分成3、6、9等，但是只是僧侣集团和非僧侣集团的划分，把社会按职业划分种姓这事儿，还真是英国人啊？是吗？真是英国人搞的呀？那看来人家也没跟我说错哈，就是以前可能有，但是呢没有那么严格。英国人呢就很认真的就把这事儿搞利索了。哎呀，ATT，哎呀，这好久不见了啊！你这个回到美国去了没有？是不是又是一早爬起来听直播了？这不是反华啊，那么啥是反华呢？反华很那个嘛，这倒不是。
我什么时候反美了？我没觉得美国有什么不好的呀。美国现在花椒没问题了，不过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喜欢，有段时候大国来的花椒致癌啊。花椒是花椒自己致癌，还是花椒里边含的这种什么农药啊、农残什么致癌啊？严格来说，每次南亚次大陆的社会分层都有外来殖民者的推动啊。一开始是南欧这个雅利安人狂暴轰入啊，塑造了统治阶层与一般民众的分层。在之后也是林林总总的外部入侵。其实好多这种分层或者这种隔离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候必须要去做的，对吧？否则它不稳的。今天感觉哦，哎，奇怪，难道是没开？对，今天忘了开这个了，所以我在别的这儿忘了开这个麦克风了。是的，回美国了啊，在国内一直没时间听啊，这个好补一补吧。我的理解是，嗜辣其实是味蕾已经被破坏了，没辣椒，吃什么都没味道了。它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国内开这个不能后台播放，很痛苦，好吧？英国人为什么要那么在乎阶级呢？就是所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阶级划得很严格。对，这回正常了啊！是，刚才确实是忘了开这个了。好，继续。这个阿里的千问打通了电商环节。千问的这个发布是被谷歌刚发布的 UCP 逼出来的吗？太赶工了。这个我觉得倒也不一定被逼出来的，就是千问肯定一直在干这个活。但是呢，它内部其实怎么说呢？它是3波人在干活啊。第一波是淘天这帮人，就老老实实做基础业务的人；第二波呢是做大模型的人，就是阿里云的这帮人；第三波呢是他们叫什么终端事业还是什么的这种叫客户端事业部，就是原来 UC 这帮人，就是他们所有做这个软件的这些人呢，实际上都是原来 UC 的人，就是原来何小鹏的这帮人啊，从广州那边开始做的啊，这个相互之间谁也看不上谁啊。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把这活干出来呢，也就只能干成这样了啊，半半拉拉的一个东西。哎，然后下边有人问了啊，说这个人们在花钱的时候很在意要节省时间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喜欢逛街，其实我也喜欢逛街，对吧？这个我跟很多的这个人不一样啊，就是我是很喜欢去逛商场的，但是我逛商场我可能不太一样，我不会到每一个商店里头去走，然后拿人衣服或者拿什么东西来试啊。我就是会把商场从上到下整个都逛一遍，这真正的字面意思的逛商场。那你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在干嘛？啊，或者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到底是希望减少这个选择成本，快速的把东西买到，还是希望这个享受这个购买的过程？其实呢，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不同的需求都是存在的。我记得阿里最早的时候我当时大概是在2009年吧，当时请阿里的人去做讲座，说你们这个系统是怎么设计的呀？用户交互是怎么样的呀？他们就讲说，这个淘宝的网站上呢，大概是一共分3个部分。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叫什么呢？是搜索，就是如果你非常清楚你要什么，你就去搜索啊，然后让你这个可以很快速的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产品啊，快速命中，让你少跳转几页啊，完成交易。第二个呢，就是叫做目录啊，就是它淘宝的这个网页左侧是有一个目录页的，就是当你知道你大概要什么，但是呢又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具体叫什么，或者具体是里头有哪个品类的时候呢，你可以按目录去找。然后第3个呢，就是淘宝主页上整个这个可以翻的、可以滚动的这部分啊，这部分呢叫浏览，就是当你也不知道想买什么啊，今天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的时候，你可以在这儿翻，就相当于逛街。
所以呢，这个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他有不同的需求。像我们去山姆就希望节省这个选择成本啊，这个进去买的东西都放心啊，最多我就看看保质期就完事了啊，其他的就不用再去这个做那么多功课了啊，也不会说买了特别翻车的东西出来啊。但是你在淘宝上呢，你就可能翻车的可能性很大啊，大家就会愿意在上面多转一转。其实我认识好多人，这个真的是每天在淘宝上花好多时间在那逛来逛去的啊，他也不买那么多东西，就是每天在那刷来刷去啊，他享受这个逛街的过程。所以呢，人在花钱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意节省时间的啊，有的时候不在意，所以他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说啊，我怎么知道我可以信任模型做出的选择呢？阿里这帮人真的是好日子过太多了吧？普通人买东西都是精打细算的，现在主动跳出来帮他们花钱，这个到底是蠢还是坏啊？要不先出一个帮大家自动赚钱的模型啊？这个不可能帮你赚钱，一定是帮你花钱啊。这个怎么说呢？人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选择成本会去支付的啊，甭管你是看广告，还是货比三家，还是做其他的这种动作啊，它还是要去做很多的。那么既然有一个 AI 了，它帮我们去做这些复杂的重复的动作，也没什么不好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想着说我为什么就他们帮我花钱就是坏啊，这事别这么想。至于说怎么信任模型做出的选择这件事儿呢？你说点上了啊，这个模型也是要挣钱的，对吧？他辛辛苦苦招了那么多人啊，还都很贵，然后训练出模型来，还给你用，还烧算力、烧显卡。那你说他这个成本是从哪儿来的呢？一定要从你这个买东西的过程中赚出来，对吧？这个事儿一定是如此的。但你说，哎呀，你敢赚我的钱，我就死活不买你的东西。你看广告吗？你也看广告，你也看了广告买东西，所以这个都一样啊，没有那么大区别。还是说啊，如果马云亲自压阵，内部部门之间打通，有没有可能做成这个事儿？也不太可能啊，因为阿里的整个体系就是很庞大、很乱的一个体系，对吧？马云即使自己上阵去压着干，你比如说马云压着当时钉钉啊，什么好几个项目都是马云亲自压着干的，最后也没干出什么样来嘛，对吧？他这个系统本身并不是一个就是结合特别紧密的系统，像这点谷歌要比他强多了。对吧？你像哈萨比斯每天跟这个皮彩开会，他就可以保证 Gemini 每一个版本出来，每一个新功能出来以后，所有的产品就必须跟上，对吧？他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阿里在这块上整个的管理效率还是差很多的，即使马云上也没戏。然后啊，说老范啊，最终大模型谁都有啊，你觉得美团搞不定？别搞笑了，美团那 AI 点外卖更早更好用啊，只是没人会这么点罢了。对，问题就在这儿了啊，就是美团呢有它自己的一套运行的逻辑，有它自己的收入。你如果都 AI 点外卖了，美团的最主要收入也就是广告费，你收谁的去啊？或者你收了以后怎么去跟这些 AI 大模型去结合？而且现在这种 B 端的大模型呢，一定是模型跟应用一起升级，而且要强耦合啊，这个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做成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怎么说你真没法整啊？就美团的模型，我估计你比如用 DeepSeek 还是用的千问还是用的谁的，没那么好使啊。好啊，看看这个。辣本质上是一种味觉，不是一种，对，它是一种痛觉，对，辣是一种痛觉，麻其实也是一种感受，上瘾的东西都不健康啊，但是啥也不吃，还有啥意思呢？啥也不吃，直接饿死算了。嗜辣的本质是恋痛啊，这个也有吧？你像以前那些僧侣不就拿鞭子抽自己吗？辣是痛觉，大脑会有多巴胺补偿啊，人天生多巴胺上瘾，挺好的呀。殖民地的人一般有问题都怪殖民者，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长夜难明，赤线天那种啊，这个好吧。
就是有个外人可怪呗，也没什么问题。我难爱吃辣什么意思？中国人口都崩溃了啊，这个确实是现在掉得很厉害。嗜辣相当于烟瘾，这个烟算是一种辣啊，这个不知道啊，因为我自己不怎么吃，其实也不算不抽烟嘛，我抽烟但是没瘾啊，而且也可能有个十几20年没抽过烟了。中国对科技企业完全没有实际上的监管，都不允许这个浏览器外部端访问了，什么意思？没看懂这句话前后这两段是讲的是什么呢？这两段能拼到一起吗？自动帮你赚钱的 AI 产品一直都有啊，俺们一般叫它投资品啊，好吧？这个在中国股市是一个消费市场，对吧？大家是进去买这个情绪价值的。淘宝的商业模式是浪费时间啊，搞不少，问帮用户省钱啊，有多诡异？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啊，就是淘宝有的时候也可以让你快速找到东西买走，所以呢，每一个系统它都是很复杂的，这都是反消费者行为啊。这个就因为反垄断法没有执行啊，这个不能叫反消费者行为吧？反垄断现在不是在收拾那个叫谁来着？携程的嘛，也都在做。淘宝现在也已经放开了，原来它都是，谁都不许爬它的数据嘛，现在都是把这个墙拆开了嘛。美国人有另类殖民者，美国人有点另类殖民者，他们有问题好像很少赖上当年英国殖民者不好，或许是美国人自己也是殖民者。哎，这个你看现在川普啊，只要讲话都是说拜登政府怎么不好，大家都在给找借口。你都大模型点外卖了，这个不能让 AI 助理直接给餐厅打电话吗？这个干嘛非得给美团交手续费啊？这个美团最终有可能就会成为基础设施。美国人有点类似殖民地，他们有问题，好像很啊，这看过了啊。大脑补偿痛觉的是内啡肽啊，只不过内啡肽水平的升高会带动多巴胺释放，好吧？内啡肽，这个我就不懂了啊，你们去研究吧。刚才说吃饭的时候，科技企业就是这么找借口啊，说你安装第三方软件不安全，安装第三方浏览器不安全，安全性和可用性本来就是要平衡的啊。这个事儿，国内是这样的啊，国内很多东西呢，就是放开了让你去干，干完了以后呢，说有问题啊，然后他不理你啊，政府也不管，然后再有问题还不管你，但是呢，到最后突然就一刀切，通通都不许干了啊！这个中国好多的政策都是这样，包括监管都是这么干。老范生病之后，各种瘾都戒掉了啊，这个也没有啊，还有很多瘾。英国的老百姓也甘愿待在自己的阶层，没什么梦想。这个对英国就不是这么了解了啊。浏览器 Web 端是开放平台啊，这个大家都能访问，互联互通。到了移动端，你用 APP 数据全在自家平台里垄断啊，是。但是怎么说呢？你像拼多多到现在其实是没有 Web 端的，然后美团还是有 Web 端，美团点评都有 Web 端啊，然后这个闲鱼是没有 Web 端的啊，闲鱼全都在这个手机上。美团还是很牛的啊，京东、淘宝花了这么多钱，美团还是老大。但是美团的这个整个的份额在下降啊，现在淘宝在上升，京东基本上已经躺平了。谷歌地图10年前就用 TTS 和语音识别给这个店铺打电话，询问营业时间。现在大模型爆发3年了，点个外卖技术上还很难吗？这个我觉得啊，难的不在于点外卖，难的在于
这个选择啊，这个点外卖这过程都是可以自动打电话的，AI 也可那个谁也可以，这个美团啊，什么这个叫做谁来着？那个淘宝闪购什么都可以，实际上他们都不需要这个搞这个事儿，他们都是直接上你那个家里去给你装这个 POS 机就完事儿了啊，然后只要有外卖单进来，他就直接给你往外吐，对吧？都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你还没有接这个东西，他压根儿就不推荐你啊，所以这个点外卖现在已经在国内是非常非常方便了。浏览器这个啊，互通 APP 肯定是数据相互不通，这个没问题。没有了，以前才是放开干，后来再收拾。现在 AI 是先监管，带着镣铐跳舞。哎，这个 AI 现在其实也是放开干，就是大家不要老觉得说中国的 AI 管得有多严啊，哎，中国的 AI 相对于美国的像 OpenAI、Gemini 这些来说是比较肆无忌惮的。你都开源了，你怎么管？就算有也这个不要老去研究这一件事了，好不好？闲鱼之前有外部端，后来关了，现在又哎，现在开了吗？因为我是看上闲鱼上的少，但虽然我有时候会上，但是我从来没有在闲鱼上实现做过任何交易。这个 Anthropic 的 CEO 到底在百度经历了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反正在百度待过的人，好像对百度的这个印象都不是很好。打电话解决不了支付问题啊，这个现在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在中国的话，就是每一个外卖平台上都有的是东西可卖，不可能说，哎，我现在要买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平台上没有，他还非要让我去完成这个交易，他不会干这个事儿，他一定会推荐我去买一个别的东西，所以他不会通过打电话来搞这个事情。就是你打电话最多可能是定位啊什么，这个可能是需要打电话，其他一般不太需要。销售线索、选择成本，都是平台公司想让 AI 干的啊，也是成本最高的啊，这个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所以美团配不配合不重要啊，配团不配合是直接绕过它点单啊，是的，其实现在呢，美团的真正优势是它一方面有一大堆用户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现在肯定是扫街扫得比别人好，就是它的上面店铺更多。第三个呢就是美团的外卖员比较多，然后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好啊，就是这几个优势而已。而这些东西在 AI 面前的话，反正肯定你说有壁垒吗？也算有啊，但是可能最后还是会被收拾掉的。闲鱼没开啊，交易还是在移动端 ，Web 只是展示和搜索，好像啊，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百度贴吧都彻底禁了啊，百度贴吧禁了。上次10月22日还大规模无理由封账号呢，我百度贴吧我也好久没去了。好，我们继续。劳 A 回国惊魂记，这个视频真的是挺奇怪的，就是怎么说呢？一帮人啊，说有人说你怎么这个你就是这个粉红啊，有人说你就是这个反贼啊，然后有人说你在哭你的美爹啊，有人说你看美国人都承认有斩杀线了啊，所有这个美国人都承认了，你们这些高华不承认啊，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成高华了，从来没当过这个事儿，就很神奇啊，就是反正在上头骂什么都有啊，挺开心的。啊，然后我也真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我自己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的一期节目，有这么多人看啊，这个是我可能最近的几条节目里头播的最好的一条啊，然后评论最多啊，我一般一个节目大概也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有个几十个，是有的时候可能有100条的左右的这个评论吧，然后这个劳 A 这条有300多条评论啊，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啊，特别特别神奇。有人说了啊，说我觉得就是动了某些利益群体的饭碗，应该是真的啊。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么惊心动魄，就不好说了。这件事儿呢，是不是动了谁的饭碗呢？这个真不好说啊。现在呢，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经验吧，咱们也只能是拍脑袋啊，这件事儿不是那么靠谱。
就是有没有人利益受伤害了？有啊，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中介啊，各种各样的中介，这些人肯定会受到这个伤害。而呢，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中介相对来说是比较愿意去折腾事儿的啊，比如说各种举报啊，各种这个比如说甚至有时候上你们家去举报去啊，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啊。就是在 YouTuber 圈子里头也是有这样的这种传闻啊，就是千万别得罪起中介。你像那个谁，王志安当时也是说给他办日本那个就是那种签证的那个中介怎么不好，马上就被人举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反正不太一样吧，这个事儿。再往后啊，有人说这家伙应该是被夸克说举报了啊，人家拿着劳 A 的视频材料去举报的啊，这个事儿呢。我还看了一眼啊，卡尔加楚好像给我发了一个夸克说的这个视频啊，夸克说自己呢也没露脸啊，所以这种不露脸的视频，你说到底有多么可信呢？这就不知道了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像这个谁呢，像劳 A 这个事儿呢，我自己是把它作为一个传播现象来看的啊。至于他说了什么，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本身没那么重要啊。至于谁愿意去举报他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也是在蹭流量啊！你像我去说劳 A 的事情，实际上也在蹭流量啊，这个事儿我是承认的，对吧？所以我并不认为啊举报他就会怎么样。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夸克说的这个举报啊，因为我让这个 ChatGPT 帮我总结了一下，也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对吧？因为一个不露脸的人啊，你也不可能说我真的跑到这个他叫西雅图还是什么地儿，我去走访或者什么的也没有这个，对吧？所以呢，这个都是一帮的这个嘴炮在这儿打来打去的啊，没什么意思。还有人说劳 A 是不是一直都在国内呢？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啊，因为我们以前见过很多电商的这种项目都是这样，就是人从来没出去过，甚至英文也不太会说，但是人家就在全世界卖东西，对吧？然后编各种各样全世界的故事，这种事儿我们以前是见过的啊。但是至于劳 A 是不是呢？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啊，说笑死了啊，人家美国人自己都承认了，你非说啊，你非说别人塌房了啊，好无聊的汉奸啊，对吧？这个是我这个里头好神奇的，就是很开心的一种这个评论啊，而且这种评论的人非常非常多。这件事呢是这样啊，就是我所谓的塌房呢，就是劳 A 自己的人设可能会有问题啊，我也从来没有说美国人不承认斩杀线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斩杀线这种事情呢，它是存在的，而且呢，你愿意承认，愿意拿出来讨论，愿意拿出来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然后，一个社会如果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斩杀线，对吧？任何人敢说啊，你这个社会存在斩杀线就怎么样了，它反而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社会啊！这是我对斩杀线本身这件事的一个看法，对吧？而且。我说这个劳 A 有可能塌房了啊，我也没有说死他就塌了，只是说他的很多身份啊，这个东西存疑，对吧？我只是这样讲。那么这个并没有跟斩杀线这个事儿没有挂在一起啊，所以这当然了，这些粉红啊，这个逻辑不清晰是正常的，对吧？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眉毛胡子一把抓啊，揪在一起了。好，让我看看啊。已经没人用了，流量都下降90%以上，早晚关掉啊，这就不知道了。但是百度好像现在亏损，流量啊，就是用户那个整个收益在下降。现在还有人用百度搜索吗？肯定有。医疗斩杀线估计引来了大量的粉红啊，我感觉也是。劳 A 最近是流量密码，抖音上全是啊，对，确实是有很多人在聊这个事儿。找个高压快充试一下，800伏高压系统，快充应该挺快的。像我这个呢就是我们院里的这个充电桩的，反正我插上以后大概能跑到600多伏，跑不到800。我觉得也凑合了吧。就是你真让我去找一个什么理想快充什么那种理想超充，没准还伤电池呢，没必要，对吧？
老范要反省一下，为什么自己不喜欢的反而流量那么好？这个好吧，这个也没办法，这个老范喜欢的很多东西就是没什么流量，这个没办法。美国有没有斩杀线啊？看看雷森不就清楚了？雷森是谁啊？又要到犯了的兄弟们啊，这个啊就是那个讲师是吧？金牌讲师，我觉得啊这个事情甭管有没有，你要愿意讨论啊，你愿意拿出来说，愿意拿出来去警示后人，这件事就是个正常的事儿。老范讲故事，事事扎心呢，怎么能这样讲呢？老范经常讲一些很开心的事情。有个外国人，有个外国的国外的人，他研究什么这个词儿不认识，这些 APP 的问题，这个，哎呀，这个哥们儿你或者是姐们儿，这个 APP 跟 Web 这事儿，咱是不是就说到这儿了？劳 A 这期你啥都没讲，是啊，我就啥也没讲，就是一个纯蹭流量的视频，倒也不至于纯蹭流量，我还是做了好多研究的啊，但是呢，讲的内容确实不多，因为呢，他讲的东西本身我也没有太认真看。对吧？只是把一些事件稍微总结串了串而已。快充伤电池，没必要，别玩，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不就抛开事实不谈了吗？不谈，这个怎么叫事实啊？哪部分是事实？劳 A 动了圆脸的什么上一代双尾爱国博主的饭碗啊？这个那就不知道了。爱国赛道拼的是比谁更极端、更抽象啊！这个其实好多人啊，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他认准了一件事情以后呢，会不断的强化自己啊，他就认为这个事儿始终就是对的，对吧？一开始可能也是被人忽悠的韭菜啊，然后呢，他最后比所有忽悠他的人还虔诚。那么劳 A 呢，下头也可能会有一帮这样的粉丝吧。劳 A 的故事，老范说了一些啊，不过，说的不是那么明白啊。是我就是把这个事情稍微捋了捋而已。美国多少还是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劳同学这个发点牢骚根本不算事儿，不值得跑路。真的是他自己把自己当根葱了。他可能是这样，就是他手续上啊，或者一些其他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不那么合规的地方啊。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不深究呢，在那混下去也没毛病。但是如果深究呢，可能确实是有问题，就跑路了。当然，你说这哥们儿压根就没出过国，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没有。孔什么中月孔什么月初的回的国啊，比他宣称的卷铺盖跑路还早了1周啊，这就不知道这人是谁了。问题在于，论斩杀线，中国斩杀线更严重，但是中国不允许说呀，对吧？任何人你敢说中国有斩杀线，你就是辱华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这次去这个上海啊，就是跟他们去这个犹太避难的这个纪念馆，上头呢就有一个墙，上头讲的说我们这儿一共有多少人来过，然后有多少人离开了。对吧？每一个人都是就是到个位数了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很清晰的一个数。然后呢，当时这个跟我们去做讲解的这些历史博主就说了，说这个怎么说呢？他说甭管怎么样，咱们可以讨论，对吧？你说多一个少一个不太准确，哪个人来了，哪个人没来，咱们可以讨论这件事呢就有意义。而现在我们有好多东西是不允许讨论的啊。他比如说举了个例子，像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儿呢，我们是不允许讨论的。对吧？就是30万人啊，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行，就是30万。任何人敢质疑说你到底是30万01个还是299999个都不行啊，这事都是辱华。那你这个就没法整了，对吧？就是咱们现在搞了好多这种事情。劳同学说的有些事情在美国明显是犯法啊，地方检察官要公诉的。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人家敢承认的事情多了，我们敢承认什么？对，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敢承认，而且不允许讨论。快充伤电池啊，家用完全没问题，跑滴滴的天天快充啊，这个一样跑了几十万公里也没事儿，家用顶多跑10几万公里就换车了。
其实我这么多车，从来没有哪辆车跑得过10几万公里啊，我一般大概跑到7、8万公里就换车了。这个看吧，这个但是电池嘛，毕竟还是第一次用这种电车，它不像油车似的啊，这个慢慢等吧，慢慢还是能不快充就不用快充了。这个APP 跟 Web 这事儿我就不想跟你再讨论了啊。嗯，老范最近苏七开的怎么样？我是预期，我没有苏七，对吧？这个你们怎么老惦记这个事儿呢？我这不是还在这活蹦乱跳呢，没有被烧死啊。聊得最嗨啊！一级市场和火箭流量都不怎么样啊，是这样的。说美国是否有斩杀线和美国的斩杀线是这样的，这个是有差别的啊。劳 A 说的那些故事，我觉得是忽悠。反正我觉得他，因为我自己没有仔细听他这个故事啊，我就不评论了。现在爱国赛道就是比谁更忠诚，对，这一定是这样。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你比如骂小米，一定要说小米你就一无是处啊，没有任何东西做的是对的啊，小米你就是恶心啊，这样才叫骂小米啊。你只要说，哎，小米是不是稍微有一点不那么恶心啊？你这个人就是米粉，你就是拿了雷军的钱了，对吧？这个是不是这种感觉？问题是他把耳机扣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牛啊，10万公里都换车了啊！这个土豪，这个没有，我只是开的少而已。你像我虽然6、7万公里、7、8万公里就去换车，但是我每个车大概开了有，我想想，也是6、7年啊，大概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我一年开不了1万公里。说的斩杀线根本不是爱丽丝兰，这是什么孙什么仲？这个不认识啊。这你就不要老给我去放这个繁体字，然后教我了，行不行？咱就别费这劲了。你要么就是说简体字，要么就是让我随便读就完了。新电池快充1、2次还可以，用几年再快充，更容易出现内阻不均衡。这个我就不折腾了，能不快充就不快充了吧。AI 新国标，哎，这还不了解啊，回头去研究一下。这个家用车一年跑2万公里都算多了啊，10到15万公里，大概5到7年的车，用车少的也就开个7、8年啊。像我一般也就是7、8年开个6、7万公里就换掉了。出生人口跌破800万怎么看？那能怎么看呢？站着看、躺着看、坐着看，对吧？这玩意儿咱也没法使劲了。现在爱国赛道已经进入当年文革保皇派和这个造反派的关系了，那让他们卷吧。先天弱势，开车很累，只能等马斯克的这个自动驾驶了，好吧？800万都是严重高报了，这个我觉得不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数据只能看这个官方统计数据，我们也没法在这瞎猜。俺们这里平均一年要开3万公里啊，当然3年就换车的也很多。这个，哎，美国是平均都这么多吗？是因为大吗？如果劳 A 底儿潮的话，那就得了啊，早晚会有 ICE 上门把它提走了。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啊。这个老范怎么看无人机新规？哎，反正新规出来了以后，我也没太仔细看，也没飞过。等天暖和点吧，这个开车出去玩一玩，再飞一飞。互联网中文内容只占不到2%，还有大量中文内容被平台给封闭了。这个就不知道啊，没有统计过。这个好多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数字。昨天我写了个792万的新生儿的帖子，直接被下架了。这个人口问题看来是够敏感的啊！还有这样的事儿呢？好吧，那就不用讨论这事儿了。
对，这么近这么美啊，这个无人机飞无人机去河北也只能如此了，还能怎么办呢？佐证出生率的其他数据都消失了，比如卡介苗啊，那就消失了呗，那能怎么办呢？好，继续啊，这个腾讯向 GitHub 投诉封禁了4195个仓库这事儿啊，有人说那些抱怨腾讯占有用户聊天数据的人完全理亏，使用腾讯产品前都是要点同意协议条款的呀。是的啊，腾讯的协议条款，包括X 的协议条款，都是说他们使用这些数据，但是这个东西呢，属于格式条款啊和霸王合同啊，叫格式合同和霸王条款啊，因为你不同意，他不让你使，对吧？这个你如果起诉他的话，这些条款是没用的啊。还有人问说还有仓库吗？我想自己搞一套折腾折腾啊，应该有。因为呢，他现在只是把几个最大的以及直接从这个仓库里边 Fox 出来的这些仓库给它干掉了。如果你是下载了以后重新上传的话，就这些仓库它是干不掉的，所以这种东西应该是干不干净的啊。还有人说主张归属所有就要负责任啊。美国法令规定平台不对用户行为负责，但是既然你主张所有权，那就应该会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案例来砸你啊。这个事儿我没看到啊。你像 X 也主张他们所有这些拥有这些内容，然后 Reddit 也主张他们拥有这些内容，也没看到有一堆人跑去告他们呀。记得创投圈有个梗啊，就是投资人问，如果腾讯抄你，你们怎么办？有这事儿吗？这个其实有啊，但是很早了。后来大家已经不再说这个事儿了，后来都是大概到2010年以后吧，大家后来都在问说这个项目腾讯有没有可能收啊？后来都是换成这样了，所以这个就是腾讯其实后来就不那么去抄人家的东西了，他就是努力投资，然后疯狂去收购啊，它变成这样了。一年3万公里，比亚迪都拒保了，是这样的，这不至于3万吧，我估计可能要再多一点才会拒保。因为在国内呢，就是你的家用车保险跟这个叫做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运营车辆保险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家用车的话，你不应该跑这么高啊。如果你要是乘用，就是这种运营车辆，比如说我是出租车，我是滴滴，对吧？那你这个应该买另外一种保险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的，这个很敏感啊。然后说250克以上的无人机起飞都要报备，应该不至于吧？因为我的 Air3S 肯定是250克以上的。等回头我去找个大疆的门店找人问问去吧。这个事儿也好久没去大疆门店了。那你通勤距离够远，一年3万公里，一个月3000公里，一个月22天上班，应该我觉得不应该是上下班，就是他们肯定还是开车出去玩去了，这不能这么算。Gemini 预测2075年中国、日本、韩国、台湾人口要降30%。2075年的我未必能活到2075年。嗯，有可能啊。你想我72年的，到2075年我是90，97啊，我也许能活到呢。中国的2040年年龄中位数56岁也太吓人了啊！这个，哎，没什么，日子总要过嘛。新生儿这么少，看来得努力存钱了啊！养老金大概率指望不上了，我估计以后养老咱们还是得靠机器人。电车进加拿大能脉动吗？能，千万别觉得电车进加拿大就卖不动啊！这个，当然，加拿大有加拿大的问题，它冷啊，冷的地方卖电车确实是亏了一点点。日本2008年人口开始衰减，很快就被中国超越 GDP 总量了啊！后来是不是就是看印度发力了？这个看呗，对吧？印度也在努力啊。
我也知道有从天津开车到北京上班的啊，有，但是我觉得从天津到北京上班还是坐高铁比较省事。我主要是从教培的角度看，这个人口下降速度是加快灭门级行业灾难啊，这个也只能是如此了。新德里、孟买这些城市的 TFR 是什么？都比日本东京低。这 TFR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缩写。年龄中位数，台湾现在更严重，今年已经45岁了。好吧，这个也挺好，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有耐心，我告诉你去哪儿查啊，这个别费这劲啊，一年7万多公里，特斯拉的什么都没有拒保，我估计你到特斯拉自己的保险公司去买去。中国其实就是好多的叫什么呢？好多的人去买电车开滴滴啊，所以这个会带来拒保。今年出生很有可能只有8万人，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啊。美国那个被枪击的这个查理·科克说的是对的，大学就是骗局。这个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引用别人的话，你觉得大学是骗局，你就直接说就完了。我觉得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比人口总数重要。好几个发达国家体量都很小，这个看吧，你像澳洲、像加拿大这种，面积其实不比咱小，对吧？但是就那个几千万人，人家不也混得好好的吗？特斯拉一年开7万公里，这个不知道去哪儿了啊？你不大了解美国啊，这里上班单程75公里不算啥新闻，也就1个小时吧，然后还要购物、社交、周末去旅游，当然也没有北京那么塞车啊。这其实我觉得也挺塞车的，但是我可能没去过德州啊，不是可能，我确实没去过德州。你像加州特别湾区那边也挺塞车的，就是你从旧金山downtown 开出来那一段挺堵的，然后上下班的时候在 Mountain View 啊，在 Palo Alto 什么的也是很堵车的。你说美国啊，那当我没说啊，是103吧？什么意思？说的哪段？只要价格足够好，没有卖不动的东西。而且你要相信一点，就是中国电动车到加拿大去，加拿大如果提出各种标准要求，中国电动车厂还是能够实现的。我做了一个整理微信数据微信联系人的小工具，还挺挣钱。你这就肯定是属于被封那个，你像聊天记录都已经被封了，联系人这个肯定是更隐私的东西。特斯拉上海产的车还是挺香的啊，这个零下5度以下电池没有多少筛选，但热泵不工作太痛苦了，这个就不是那么懂了。没看懂这电车进加拿大的游戏啊，我其实没有特别关注这个事儿，因为它就几万辆嘛，它这几万辆对于一个年产几千万辆车的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人口无法挽回的转折点是那3年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对于教培来说啊，不仅潜在学生人数变少了，而且社会竞争也小了，不需要那么努力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潜在人数肯定是变少了，社会竞争不会变小的啊，社会竞争依然会卷，咱们永远是只有卷和更卷，不是说因为人少了大家就不卷了啊，因为咱们肯定是能怎么省就怎么省。偷什么？一个国家一个女性一生生的孩子的平均数叫 TFR，好吧？这就不懂了。4.9万电车配额，一个温哥华就消化完了啊！温哥华不冷，是吗？我觉得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它需要那么多电动车吗？说今年出生人口跌到清朝和大跃进时期了，这个就反正这种就不用太研究了呗，反正就是个数吧。其实要卷的人还是要卷啊，不卷的从来就没卷过。
所以我觉得人变少了，并不会说不卷啊，不会像日本那样说，哎呀，我们大学生就业率98%，不会出现这种事儿，依然会大家接着卷。7万公里其实挺容易跑的啊，多出几次差就够了。哎，这个你像我原来向我太太申请开车去上海，就被坚决拒绝了。但是总体人数降低的话，就彻底巧妇没有米做饭了，好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叫。美国开车轻轻松松上10万迈，哎，像你们说迈是不是英里啊？范老师，你在旧金山圣何塞一带混迹，那一块是堵的，20分钟的路堵3个小时。对啊，所以他们那边有那个叫什么卡铺什么那玩意儿叫，就是那个车道上画着那个菱形方块啊，你车里只有一个人走那条路还会被罚款，对吧？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东西。国产厂商就喜欢维修权垄断啊，肯定早晚被罚。这个好像他们在澳洲还是在哪儿被罚过一次，就是比亚迪好像被罚过。这个慢慢来呗。维修权垄断导致全是电子垃圾，像那谁，苹果也是维修权垄断被罚过呀。整理联系人肯定是买回去自己用啊，这个是买回去自己用，但是反正比较吓人。Sora 视频动画似乎在 YouTube Short 和微信视频号大爆发了，现在在疯狂限制这个东西叫 AI 垃圾，现在所有的平台都在限制这个东西。卡尔家族是换号了吗？也没有啊，现在只是都是显示那个什么了，显示这个原始的名字了。其实显示原始名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人的那个改的那个昵称都是什么，这个什么模特租赁啊，都不模特约模特啊，都是这名字，不能让他看。世界卫生组织说，只有22.3%的电子垃圾能被回收啊，这个我觉得不用太去研究这个事儿了。卷不卷，在于怎么分蛋糕啊，不在于有多少人。哎，这话说对了。加拿大4000万人啊，这个每年消费190万辆车啊，那他这还挺高的嘛。中国大概每年能够消费4000多万辆车，还是几千万辆车，我忘了，好像是4000多万辆车。就是中国每年消耗的车跟加拿大的人口是差不多的。说实话啊，加拿大这个与其进口 SUV 和 Sedan 是什么车啊？不如进口点电动公交车、大巴和工程车啊。加拿大目前多箱体公交车，还是烧柴油的啊。这种东西比亚迪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全世界卖的都挺好的。几万辆确实不是大事啊，但是你买一辆车是大事这个也就是说45000个大事要卖出去了啊，这个其实你也想多了。中国往外卖的电动车一年大概也有个不知道有没有1000万辆啊，几百万辆的车肯定是有的啊。如果你都以为是每辆车卖出去都等着着火，都等着爆炸，你想多了啊。就是绝大部分车其实是没什么事儿。加拿大白马这些地方冬天油车都要用电褥子啊？为什么啊？它柴油车吧，柴油车是不是冷的是打不着的，柴油会凝固吧？温哥华的电车比例比北京都高啊！你在市中心开车，往车外一扫，一眼看到是5辆特斯拉，好吧，全是特斯拉。纽约也巨堵车啊，在纽约就没法开车。纽约我只去过一次啊，但是只在里头待了，算是一整天吧。头天晚上到，第二天这个中午就走了，对吧？是当时我们是头天晚上去的纽瓦克，在纽瓦克机场落的地，然后入关了以后就在市郊的纽瓦克，好像离市区很远，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去纽交所去敲钟去了。敲完钟，然后坐着飞机就直接奔拉斯维加斯了。所以纽约我对它就只有半个白天的这个印象。
加拿大就不适合电车，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反正冷的地方确实不太适合。俺开特斯拉去过黄刀，零下30度照样能开啊，但是空调只吹冷风，这太瘆人了吧？我说的8万是台湾今年的出生人口啊，台湾生8万，台湾有2000多万人，然后生了8万，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我还真的是掰不清楚脚趾头了啊。没换号啊，这个对，它就这一个号，这个只是现在都是直接显示用户名而已。卡铺可逗了啊，有人放个充气娃娃，好吧，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行。长距离坐飞机、高铁多好啊，可休息，可以看电脑，开几个小时的车，一直的集中注意力，体力和精神都不能放松，对不对？其实这个事儿呢，我最近就是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我才知道，就是国内之所以飞机和高铁那么发达，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在国内都是一个人出去，全都是差旅。而在美国可能大量是旅游，旅游的话就是一家子出去，一家子出去肯定是自己开车划算啊。就是上次我也问他们，我这个当时这个塔主说他开车出去，对吧？我说为什么不坐飞机？后来说他4个人啊，4张机票就肯定是很贵了啊。所以我这块是这样，像我自己，我现在可能飞行里程在国航上大概有60万公里，还是有70多万公里。是吧？到100万公里是这个终身成就，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多年不怎么飞了，我走到哪都是一个人，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说，哎，这个开车能够比这个坐飞机便宜这件事我没想过。电车最大的挑战是售后啊，有点配额够呛能够支撑一个完整的售后网络。加拿大如果售后不行，就没人买啊。电车是这样的，其实电车的售后要比油车省事儿，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保养的事儿，对吧？这个，而且这一次呢是4万多辆车进去，同时呢这些电车公司都这个承诺在加拿大建这个工厂嘛，在加拿大建组装厂。你在加拿大如果有本地的组装厂的话，那这事儿不就搞定了吗？而且你要想底特律，哎，我一直没想明白底特律在哪儿，是不是就挨着加拿大，对吧？它底特律跟加拿大中间也就好像是隔了个河，还是隔了个什么东西，那这个很多这个底特律的这个工艺或者加工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加拿大搞的，那咱们就直接在那儿去把这个电车厂建起来，不就完事儿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维修的事情不用太担心啊，就是他只要让我们卖，他有各种要求，我们都会满足的。就中国人一方面会破坏规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愿意合规了。你只要把道画下来，我们就看看边边角角在什么地方。台湾去年出生人口直接年减20%啊！台湾也这样吗？台湾人为什么不生了呢？这个很神奇啊！难道全世界的人口都要靠穆斯林来解决了吗？开车出差确实很辛苦啊，如果开车旅游我能忍，是这样。但是你像我现在这个状态，出去不也就是旅游？加拿大确实需要光伏，哎，像加拿大那个北边特别冷的地方，直接上那个风电是不是可以？柴油成本低啊，除了污染没有其他毛病啊。内地的电动公交车，很多城市的运营商都掏不出钱换新的啊，掏不出换新的钱啊，那这个就不知道了。哎，柴油我怎么老听说柴油比汽油要环保呢？因为它的那个压缩比高，最后那个燃烧了更充分嘛，所以我不认为柴油比汽油污染厉害啊。我周末去海边小城玩，单程要开3小时，但是有自动驾驶啊，对，自动驾驶还是很开心的。我们这里这几天白天最高温度是零下12摄氏度，啊，你们那儿那么冷啊？售后的问题，关键是维修权垄断不垄断啊？第三方维修不开放，像加拿大这种地方，肯定是有售后挑战啊。这个我觉得被罚过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玩意儿你轮到你想，人家早想明白了。
白马可以看北极光啊，这就不知道这个地方了。纽约一定要再来玩一次啊！纽约好玩的，好吧？我看白马那边车停车都是插上电啊，给发动机加热啊，否则放一会儿就无法启动了，这个有点夸张。开车去黄刀那哥们儿你牛啊！这个不知道这黄刀在哪儿。我单程开过9个小时啊，有自动跟车巡航啊，全车高速还可以啊，再远就不行了。其实我也惦记开出去玩呢啊，我就是说老范电动车进加拿大的故事没想明白。我不是说起火爆炸这事儿啊，你得先买才有起火爆炸。太多的车全世界卖到美国就傻眼了。这个为什么叫卖到美国就傻眼了？我没想明白。他反而卖到加拿大嘛，你其实美国也买了一些车啊，就是美国里头呢，不是说没有中国电动车，只是比较少而已。国内要卖什么到加拿大的东西，能便宜点的，国内能买到什么加拿大的东西能便宜点的？国内大鹅羽绒服，我不知道加拿大大鹅卖多少钱啊，反正国内大鹅算是奢侈品。啊，菜籽油啊，对，菜籽油。现在据说中国买加拿大菜籽油以后，澳大利亚就哭了。是的，一个人买机票还行啊，以家为单位的国际旅行是相当奢侈的。很多华人在这边孩子多了，都不咋回去了啊。是的，以前是有面粉吧，这个就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面粉了。当时还有1600公里的免费超充，青春没有售价，那能玩就出去玩吧。日本2025年出生人口是66万，这个从1984年的1.2亿人口到今天还是1.2亿人口，横盘了40多年。哎，我没想到日本还有1亿多人口，我一直到我上次去日本，我也问他，哎，我说你们现在还有1亿吗？他说还有，这个也挺逗的。日本是寿命在延长啊，这个它整个的人口寿命在不断的延长。底特律离多伦多特近啊，好吧，就是因为我上次也是问的一个哥们儿，他说我们就是跟底特律隔一条河啊，然后很多底特律的那个工厂就在这边啊，就在加拿大这边。京东肯定会跟着电车一起出去啊。过去几年京东做后市场偷偷摸摸啊，做的很大了啊。京东养护确实做的还可以啊，京东修车这块所以我坚持就生了1个孩子啊。我看我家亲戚4个孩子，就跟我的娃说，你看他们家一出门就6张机票，我们家钱都省下来给你上大学了。你该跟你们家娃说，你上大学要奖学金，去贷款，回去还贷款去。还有机器人啊，对，以后就全是机器人了。别的电车不清楚，但是特斯拉除了电池和动力系统，其他部件都能够买二手 DIY 换。国内的车到美国或者到这边，其实就是一开始，反正比亚迪也是做这个维修权垄断，后来就是被罚了几次以后就好了。这种东西就是你不罚他，他就不行。其实大家都不生了啊，妇女们都真的妇女们是真的不生了，男的也不愿意讨好女人了，反正他们也不生，这个是。看来以后生孩子就只能靠穆斯林了。真正寒冷的地方，油车一般都是插电保暖，这个我是真没体验过啊，长知识了。是东亚人口趋势明显，其他地区移民更开放啊，趋势是从日本最早开始的，好吧？日本现在不是在引进什么菲律宾人、越南人、印度人吗？这个慢慢的它就平衡了。柴油环保是因为有尿素和铂催化剂处理尾气啊，这个是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看了很多采访，全球几个主要市场都是男的不讨好女人的，女的不愿意生啊这样的情况，好吧？那咱们就这样呗，大家一起就让人口下降呗。最近不是说啊，今天看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准备迎接第4个孩子了吗？川普也是一堆孩子，万斯一堆孩子，然后这个马斯克一堆孩子，对吧？他们这几个 MAGA 大佬都是可喜欢生了。柴油系统要加尿素溶液啊，加了这个污染很低啊，不过不然污染还是很高的啊，这个就不知道，没开过柴油车。我在美国就坐过比亚迪的电动公交车，电动公交车可能美国是买过的。白马市横刀镇，都在北极圈里头啊，是著名的看北极光的地方啊，这就不知道了。其实电车说是卖给加拿大，其实就是卖给温哥华啊。这里天然适合电动车，全年温度不低于0度，油价巨贵。哎温哥华油价巨贵吗？电费比中国还低啊，因为这里水力发电资源丰富。我怎么一直都听说美国油价比加拿大贵呢？不对，美国油价比加拿大便宜，对。因为我原来去加拿大，我是去过多伦多，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开到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嘛，说开过去就是美国了啊，开过去加一箱油再回来，说美国油便宜。中国可以高仿始祖鸟温哥华的品牌啊，更好的品质，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是不怎么穿鸟的。现在预计这边非洲到了2050年前也会下降到2.1更替线以下啊，这个就不了解了。女的生孩子之前只被追求讨好了1-2年啊，生了之后被套牢20年，不管男的对她好不好，所以妇女不再上当了，那就大家就都这样呗，对吧？咱们就好好的，这个都没什么人不就行了吗？老范说电车进加拿大有点三蹦子大卖美国啊。举个例子，美国会禁止大国电动车驾驶进入美国，温哥华的人买了，然后只能在加拿大境内开。想想这个其实也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出这种条款啊，出就出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这个反正加拿大他签了协议了，有4万多辆那么最后看看他是不是能够实现呗。中国靠移民是完全靠不上的啊，这个解决不了。这个我觉得中国移民唯一能够接受的也就是越南人啊，其他地方都接受不了。柴油车压缩比大啊，这个是靠压燃，动力强劲，但是排放含碳要高于汽油车啊，氮化物会少。那好吧，从加拿大陆路入境美国，不看你保险啊 ，CBP 压根儿不关心你的车是哪儿产的。这个那反正人家卡尔加除就认为美国会出这样的法律，那就让他去投票吧。大学还贷款啊，出来又找不到工作，不就是成了骗局吗？人家美国没说大学找不着工作以后世界上就2个国家，一个印度，一个巴基斯坦，这个有可能啊，有可能。马斯克警告中国生育率低，那这不用他警告，咱知道。我有说加拿大开车去美国的保险吗？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吧？好像香港的柴油很便宜啊，所以很多人买柴油私家车。其实不是的，就是他们好多豪华车是柴油车，像什么奔驰什么好多柴油车，但是后来这些车在中国就不卖了，因为中国的柴油都是什么-0、-20号什么那个柴油的品质特别低。整个 BC 油价都贵啊，因为 BC 拒绝建输油管，被石油公司集体制裁了这个就真不了解了。始祖鸟除了军鸟，现在都是安踏的吧？对，是安踏是把它收购了。顶层男选择下面一堆女性以后，这个我们不研究男女的问题了。这个其他移民来天朝，看到这么卷，估计就上街了，也不是上街了，
就是中国人啊，其实对于这个长得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呢，还是挺排斥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人，印尼的啊，或者是菲律宾的，他这个比较黑，在国内他是比较排斥的。越南人之所以他进来没事是因为他长得跟咱们差不多。加拿大签协议只是给了低关税配额，那没问题，他就把这个车送过去，对吧？看看最后卖得掉卖不掉就行了呗。中国可以暗售东南亚新娘移民过来，毕竟国内男女比例失调，好多男的找不到老婆，那就来呗。香港养个车可太贵了啊，这就不知道了。对于香港这块儿不是那么了解。好啊，还有几条啊，这个我们要抓紧把它聊完了。Web coding 杀死 SaaS 行业啊 ，SaaS 软件行业。有人说姚显半年前啊，俺说这个 Palantir 稳得很啊，但是老范表示担忧，说如果换了总统，新总统会换供应商怎么办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依然会有这种问题，因为一旦是换民主党以后，可能会重新开始进行 AI 监管和这个各种的体系架构的建设啊。那么对于 Palantir 这样的公司来说，其实不是好消息啊。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依然抱相同的看法。还有人说啊，但是Web coding 做的软件都是简单无比的东西啊，你让他写一个复杂专业软件试试，立马露马脚，这个你不能这么讲啊。谷歌的系统啊 ，Anthropic 的很多系统，现在80%-90%的软件都是代码都是由这个 Web coding 来写的。你之所以觉得 Web coding 写的软件都简单，是你看到了都是一帮非程序员啊，在那个人玩耍。还有人说啊，说真的啊，我觉得松耦合是低效能的。你做效能无关的应用，比如 POS 等，或许可以啊，但是效能应用，比如说游戏啊，计算啊，松耦合甚至会把效能拉低数十万倍的等级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技术发展呢，就是会让松耦合本身的效能上升啊，就是松耦合跟松耦合比，它的效能会上升啊，而且以后的话可能越来越松耦合啊，这个我是比较相信的。以后这些必须要通过紧耦合才可以实现高效的行业呢，都会被这些松耦合，因为松耦合了以后，你的交易规模会扩大，对吧？都会被替代掉的。啊，还有人说苹果和微软应该也会做 Cowork 这样的功能整合到操作系统里头去的吧？这个真的很难啊，因为呢，这个东西叫包袱，就是微软有 Office， 有这个苹果有 iWork。大家知道这个办公软件 OA 软件里头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吗？啊，不是让你去写文档，不是让你去这个做流程，不是让你去做状态管理，对吧？这个所有的办公软件里头最核心的一个功能啊，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模块是权限管理，对吧？谁有权利看这个东西？当你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像 Cowork 这种相对比较宽松的、比较灵活的这个系统，它是没法整的啊，它跟这种权限管理天然就矛盾。还有啊，说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啊，最终数据还是王者啊，功能其实就是个壳啊，用于表达和使用数据啊，这个壳确实可以被 AI 取代，但是企业几十年各种数据不是说迁移就能迁移的，比如这个 Salesforce、Shopify 这些 SaaS 是很难替代的啊，数据就是最宽的护城河，而纯工具类或者是 C 端的 SaaS。很难被替代啊，比如说像什么 Notion 这些东西，其实 Notion 我现在已经使的越来越少了啊，可行的出路是转型到 B 端啊，这个事儿呢我是不同意的，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个转型了以后，一定没有原来顺畅，肯定会有很多的这种产出的结果会有很多毛刺啊，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光滑，不是像以前那么顺畅，因为缺了以前这些数据，但是呢，这些有毛刺的产品。依然会把以前这些老先生们的产品干掉啊，这是我比较相信的东西。而最后的话，
这些拥有数据、拥有护城河的企业会抱着这些数据一起死掉。里边可能有一些人会离开这些大企业出来创业，然后用这种web coding 也好，用这些不是那么完善的系统重新再做一遍，对吧？做出来的东西一开始肯定是毛毛糙糙的，但是呢还是更能打一些这是我的一些看法。还有说一个简单的逻辑，一个 AI 模型造一个软件，重新再造商业系统容易，还是原来的商业系统进行 AI 改造容易？AI 的故事吹得有点过了为了这点融资，已经开始杀死所有未来的潜在客户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的看法跟你正好是反过来的就是传统企业进行 AI 改造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它的包袱太重，它就没法改造，所以只能是重新来。这个事儿呢，我们在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实际上都验证过了这个就是只有极少部分人可以被改造，绝大部分人都会抱着以前的这些旧观念和既得利益一起去死。这个是人性的问题不是说它这个改造本身从技术上更简单，这东西本身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靠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这种传统企业进行新技术改造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难的。好我们终于把网上的都聊完了再看看这边还有什么。中国可以接受这个我们看过了，不够的我这次去日本就明显感受到尼泊尔、印度外劳变多了是。我去年去前年去日本，我是24年去的日本，那个时候就是街边那个便利店里头就是有那种黑皮肤的，就是像印度人的人，在收银而且人家就是讲日语的，反正我也不会讲日语。日本早起什么意思？酒店前台、便利店员工，甚至火车站、机场的人员都是印度人、尼泊尔人。对这个，反正我上次是看到了。我知道老范不知道我在说的啥，对我就是不知道你想说啥。美国是限制任何大国使用数据的汽车在美国行驶。那美国的这些比亚迪的这个什么比亚迪的公交车你见过没？你可能没见过然后呢，这个也有很多人不叫很多吧，有些人在美国买了小米的车在那儿跑，你可能也没见过，对吧？或者说你见过，然后可以装没看见。没有监管肯定是不行各种硬件软件被炒的价格太高了，这个没看懂。怎么可能放开移民如果放开，不就是承认计划生育错了吗？我们计划生育从来没错过电车数据留加拿大了，不是问题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处理的，对吧？你只要有要求说你这个数据不允许回中国，他就给你留在那儿呗。对吧？中国也卖了那么多手机到全世界去，也都是在美国建这个数据中心，在加拿大建数据中心，把数据存在那儿就完了，对吧？你只要提出要求来，我们就去满足，对吧？不要把这事儿想得那么复杂。帕伦提尔活过了奥巴马2个任期和这个拜登1个任期他又不是靠共和党的家，这个呢肯定还是会有变化就是他可能到了这个川普任期呢会更加的滋润一些。对吧？我也没说到了民主党他就会死，可能会更难一点。监管不会让价格更加高吗？这个还好吧，还好，因为我以前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也是收集美国数据，那必须要留在美国嘛，那在美国租服务中心、租云计算中心不就完了吗？租完了把它存那儿，成本不会上升多少的。我告诉你，其实这个整个的云计算的资源。美国要比那些特别穷的国家要便宜，对吧？你去看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种做 CDN 的公司他们是越穷的地方成本越贵越发达的地方它成本越低。微软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做手机微软尝试过几次都失败了。我有说过电动车数据留在哪儿的问题吗？你到底想说啥？你又说不清楚，在那儿绕来绕去的。相信国人有的是手段
降本增效啊，这个所以我从来不担心这个事儿。AI 确实需要监管，高失业率的尽头就是革命和战争啊，这个想太多了。高失业率的原因是垄断啊，这个其实也不是垄断，AI 肯定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失业率，但是没有那么高了。钉钉做权限做的那么细，都搞不定中大型企业的本地部署。对，钉钉这个都属于是很粗犷的东西了。苹果搞个应用商店，垄断了一堆小企业、小开发者都活不下去了。这个你想太多了吧你？这个数据迁移其实没那么困难啊。现在，有不少 BI 公司专门做数据的不同平台、软件平台的这个迁移。这个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他觉得我就这么一直去玩下去了啊。微软没手机啊，这个我就不看你在讲什么了。卡尔，你是真会聊天，要不你把话说清楚，不要让人猜。对啊，我也是觉得这样。你到底想说啥你就说呀。传统企业先做 Excel 取代手按计算器，再说AI 改造吧。这个它不至于手按计算器，他们有 Excel。传统企业无论大小，无论国营还是民营啊，新技术改造都几乎做不了哈，政治问题太严重啊，不一定政治问题吧，但反正就是包袱太重啊，很难往前推。所以有时候宁肯是推了重来。人们用谷歌手机是因为谷歌有手机嘛？你不要问我，你自己想说啥你说。这个微软计划用 Rust 重构 Windows 啊，那就干呗。Rust 我是不会啊，据说很难学。国内人口主要是山河四省都开始减少了。其实中国人口长得比较快的是广东啊，其他地方都不行。我局的什么 $，直接用这个 Rust 单开一个兼容 Win32的产品线啊，比用 Rust 替代这个东西要可行性，这就不了解了。Rust 一直就支持 Win32啊，这个我没学过。我就用谷歌手机 Google Pixel 9，这个用来装这个什么，这个后边这个东西没用过啊。我是不怎么用谷歌手机，我一直不太喜欢谷歌手机。不是说支持 Win32，Rust 写的 Win32兼容的新操作系统，这个看吧。Kevin，你要是看不明白你就问啊，这个别说大智慧不行啊，这个就是新的立法，以前那些是以前的啊，就像现在限制大疆了啊，不是说以前就没有大疆啊，人家不是啥提出要求啊，人家的要求就是不让行驶，句号啊，那可以啊，那美国就立法呗。现在有这个立法了吗？我现在不知道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让他们立吧。大疆呢，就是你美国说我要限制你，然后大疆就直接把美国禁飞需求解除了。最近好像大疆这块又解开了吧？搞不清啊，因为我自己最近没太关注这个事情。豆汁儿我也喝不了啊，这个事儿虽然我很喜欢带别人去喝，但是我真的喝不了。微软当年做手机搞封闭，手机不支持 Win32.exe， 它就不能支持，绝对不能支持啊！支持了就死了。我都说这么清楚了啊，这个不叫路径依赖，就是你不就是说美国可以立法说禁止中国车行驶吗？那就立呗。我现在到底立没立啊？我现在你就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已经立好了。如果没有立的话，你赶快冲上去投票，说谁不支持立法，我就不投谁的票，一定要支持立法我才投票，不就完事了吗？其实 Palantir 业务爆发期是奥巴马的第2任期啊，这个，我一直觉得他是最近才火起来的，他至少股价是最近才火起来的。卡尔就这样说吧，不管是对错，先说清楚。我不知道会去学习的啊，是这样。当年 Adobe 转 SaaS 啊，营销收益立即下滑，但是要向市场算明白账，股票就继续涨。现在用 AI coding 啊，故事没讲圆啊，就股票下滑。我觉得不是没讲圆的问题，还是它整个的下游有问题。就是其实现在这个很多 SaaS 软件之所以不行了啊，或者 SaaS 软件公司的股票下滑，不是因为它自己收益不行了，而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收益不上升了
啊，因为他们的下游企业不再做更多的订阅了，就这么简单。广东的是维持正常水平，没有涨啊，好吧，它就已经算不错了。我喜欢喝维维豆奶，这个维维豆奶，这个好吧，维维豆奶我也没怎么喝过啊。你这个人说话就为何咄咄逼人，倒也不叫咄咄逼人吧，就是他呢老是说一半说一半呢，我又搞不清他说什么。高华 Maga 的优越性啊，它是有点这个。他现在 Windows 都不重视了啊，这个那就不知道了。华 Maga 是这样的啊，好吧。Kevin 啊，这个我前面说用数据就不行啊，这个关键前面有点太远了啊。我喜欢微软现在搞 Windows S 的模式啊，这个不知道，我对 Windows 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了。整了一个沃尔玛的电视盒子，这个没用过。大疆现在与其担心美国，不如担心中国的无人机新规，是这样的。大疆现在在跟那个谁在卷呢？跟影视在卷呢。广东这几年少了好大一部分外来人口啊，光出生率广东挺看好的啊，挺好看的，但是常住人口不好看。那你没办法，大家都在搬迁嘛。Rust 其实没有那么难学，这个熟悉 RAL 且懂得这个什么的，好吧，这个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吧。只是会攻击啊，这个对不对？你在自己喜好这个，我觉得我们不用去仔细研究这个事儿了。如何看待内存颗粒涨价？那涨呗，那怎么办呢？AI 需要那就涨吧。这个关键就是卡尔加出去，每次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说清楚啊。这个，因为我对美国的很多事儿呢也没那么了解，对吧？你说一半儿呢，我只能猜。我都是自己做豆腐豆浆，那你这个有点夸张了啊！我是不会搞这些事儿的。这个应用商店其实也没有了，你像苹果的 Mac 上的 Store 还有 Windows 的 Store 都没有垄断啊。手机一样啊，这个所以才涨价让你买不到，这个倒不会了，它只是现在AI 这块用的颗粒太多了而已。帕兰蒂尔股票暴涨是疫情时期吃了波红利，好吧？大型 SaaS 这几年少了中国大陆市场，中国大陆市场肯定是不用了。我觉得美国市场现在应该也不会再增加订单了啊，大家都是停下来了。好啊，这个也有2个多小时了，咱们差不多到这里了吧？今天的读评已经非常非常长了啊，而且你想，就聊到这么长时间，也就是150多人，这个真的是现在的数据好难看。苹果和微软一直都在收紧，好吧？安卓也搞开发者验证签名，早晚彻底用不了。这个其实一直在搞啊。谢谢老范啊，不客气不客气。好啊，那咱们就差不多到这里。来的都是话痨啊，对啊，这个你们是不是来了都不点赞？我看看你们都给我点了多少个赞，我去看一眼。这个现在有赞呢。哟，今天放这个什么忘了开广告了，亏了。同时观看人数没有赞的人数啊，你们都点过赞了吗？好吧，然后呢，老范啊，你说不清楚，俺们给你补充。但是呢，你补充一定要言简意赅啊！因为我在评论里头一看到你给我发的那种小作文，我就直接头疼啊！你动不动就给我写个上千字的作文给我发评论，这玩意儿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下次呢，你就把这个上千字的文章扔给 ChatGPT，说来给我总结一个200字以内的这个结论给我，对吧？然后我就可以来去这个耐心的看一下，对吧？晚安了啊，晚安晚安，今天亏钱了。这个真整20万粉丝啊，这个
20万粉丝我估计很难了啊。贡献1个赞，好吧，补一个，30个赞啊！你看看你们这聊了半天，100多人在这听咱们聊天，然后不去点赞啊，这个有点太过分了。我看看你们观看活动，哎，就没有这个赞吗？现在这个里头同时观看人数、聊天数就没有点赞数。聊天频率是7，观看这个平均观看的时长是20分钟，对啊，我现在到底蹭了多少个赞啊？他就不给我这个数据了。30个赞啊！你看看你们，太过分了，好吧？那就这样吧。你们现在就是这个坑我啊，这个听直播不好好点赞。我点是视频赞、聊天赞，怎么点？就是视频赞就可以了，好吧？咱们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结束直播。